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警惕畸形的华人教会。基督教已经在华人世界传播了超过200年的时间，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华人教会，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传道人，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华人教会也从最早的由西方资助，到现在的大部分都可以自给自足。虽然华人基督徒在世界中占比仍比较小，但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几十年的努力和复兴。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华人世界中兢兢业业的神的仆人们道一声平安。不过今天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被世人所知晓的话，恐怕将来会变成一场非常严重的灾难。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一类畸形的华人教会。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神学生离开神学院走进社会，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建立一间教会自然是最荣耀神的事情。有些传道人喜欢用开荒这个词来形容去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建立教会。不过我个人而言不太喜欢这个词。难道传道人是农民，老百姓是荒地？农民开荒，一方面是为了吃饭，另一方面是为了种粮卖钱。所以当我听到一些传道人诉说自己过往经历的时候，说自己到哪里开荒，我总是觉得这个词用的有点别扭。不过这个无伤大雅，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种喜好，大家没必要跟我一起咬文嚼字。大部分传道人在开荒的时候，自身会得到一些生活上的资助。不过若想真正的成立教会，还是得靠自己不断的努力。当然，我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尽量使用比较普通的语言，因为如果使用基督徒的语言，前面这一段话应该是这样的：大部分传道人被神召唤的时候，神会供应他们的基本生活。不过若想真正的成立教会，还得靠传道人真正的与神同在。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我尽量用比较属世的语言，这样会使一些宗教小白和慕道友朋友们也能看得明白。我们书接前文，传道人在创立教会之初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会有人数少，大家的奉献也就少，所以最初会采用家庭教会的模式，一个传道人，一本圣经，一把吉他，走到哪里就是教会。其实往往这个时期信仰是纯正的，生活是快乐的，虽然会比较清苦，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传道人在诉说起这段时光的时候不会带着甜美的回忆。当会友的人数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聚会的地点会受到一些限制，这个时候传道人通常会选择租用场地来聚会。随着教会的奉献开始有了一定的结余，教会也会购买一些固定资产，比如乐器、书籍或者桌椅板凳。教会告别了最初一本圣经、一把吉他的轻资产运营路线。一般来说，租用场地的时间都会持续若干年。这段时间，教会也会不断的购置一些物品和器具。而一般来说，教会发展到这个时期，大多数都还比较正常。而接下来的发展，不同的教会采取不同的做法，部分教会开始走向了畸形的发展路线。由于部分教会通常会有人数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陷入一个瓶颈时期，也就是说，教会的人数停留在一个区间之内，教会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打算。这个时候，传道人也希望能够有属于自己教会的一块场地，一方面不再需要每月支付场地的租金，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己安身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类传道人一般会购置一套民宅来改造作为教会，
如果在小镇或者是农村，可能会选择购置一块土地来建造教会。总之，这一类教会的场地既是会友们聚会的地方，也是传道人自己的家。随着传道人结婚生子，这类家庭教会基本的形态就构建了。与原本的家庭教会不同的是，这类教会已经开始走向了重资产的运营路线。与传统有一定规模的教会相比，这类教会并不是由长执会等组织机构来管理，而是由牧师一家全权管理。也许表面上教会也会设立长老、执事、同工等职位，但是基本上都是摆设，在教会里说了算的只有牧师和师母。至此，这一类畸形的教会基本的形态就完成了。与传统欧美国家的教会不同的是，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传统教会老的牧师退休了，新的牧师又来了，教会还在那里，牧师会有更替。而这种畸形的教会，牧师就是该教会的创立人，大事小情都是牧师一家人操心，而牧师除了教会以外也没有其他资产，相当于牧师把自己的家拿出来当作教会来使用。教会的每一张椅子，每一颗钉子，都是牧者兢兢业业的工作换来的，牧者也自然爱惜教会的每一项资产。有的音乐爱好者想玩一玩教会的乐器，牧者会说，这是教会的，不要乱玩。有的爱学习的想借一借教会的书籍，牧者会说，这是教会的，不要乱翻。有的会有家里有聚会，想借一借教会的桌椅板凳，牧者会说，这是教会的，不能随便借。总之，牧者会高举教会的名义，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随着牧者的年纪越来越大，这种畸形的教会的情况会越发的糟糕。当牧者的孩子逐渐长大，当牧者的父母逐渐老去，牧者家庭生活的开支也不断增加。如果牧者生养了不止1、2个孩子，家庭生活的重担会愈演愈烈。钱不够花，只能想办法。一边经营教会，一边做生意，是很多牧者的解决办法。联系个业务，当个中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由于牧师还是有相对广泛的人脉，利用这些人脉赚点钱，补贴生活也是司空见惯的。路加福音第16章13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当一个牧者一边侍奉神，另一边还在做生意赚钱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脱马门的诱惑。不过如果你说，即便一个牧者做一点副业，但只要尽可能的好好教导圣经，这样的教会也不至于太糟糕吧？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畸形的教会接下来的发展会让你瞠目结舌。当这类教会拥有了一定的固定资产，会友人数也差不多稳定了，控制教会就成了牧者的首要选择。为什么要控制教会呢？因为这一类教会中，牧者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各项开支都是按照牧者的安排，教会的固定资产也犹如牧者一家的私人所有。而圣经中教导我们，基督徒的奉献不仅仅只是供养神职人员，还有宣教和帮助困难人群。教会中除了正常的聚会和牧者一家的开支，其他的开销对于牧者自身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教会会给人一种钱财只进不出的感觉，因为教会的一切已经是牧者一家的私人财产了。为了控制这些私人财产，教会的重要岗位都由牧师的亲戚或者是亲信来担当。牧师没有精力管理的地方，比如儿童主日学以及后勤厨房等事项，基本均由师母来负责。
在会友的教导上，不鼓励会友研读圣经，只是单纯的读经就好了。如果会友不喜欢读经，一般来说牧师也不做要求。研读圣经对于这一类教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类教会存在广泛的违背圣经教导的做法。如果会友熟悉圣经，就会明白很多教会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会友不熟悉圣经，那么圣经的解释权就在牧师的手中。会友每周来教会做礼拜奉献就好了。论起大家对圣经的领受是什么，大多数人只会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网络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影片，回击当下一些教会的教导严重偏离，比如那些极端的灵恩派教会。也许大家忽略了还有这样一类畸形的教会，他们高举自己是纯正的福音派教会，但是与那些教导偏离的教会不同的是，这类畸形的教会基本上什么都不教导。有的会友受洗10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圣经基本上还没看过。一些所谓的老基督徒不过是会唱几首诗歌而已。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他们完全不清楚。在他们眼里，牧师都是神选之人，牧师都是有权柄的，只要跟着牧师，自己就能领取天国的门票。而牧师也希望这种愚民政策能够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才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他，他才能在这个教会中一直占有绝对的主导权。因为这个教会就是这个牧师所创立的，教会的每一项资产都是他工作的成果。对于会友而言，这些房产和物品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对于牧者而言就不一样了。他们与会友的区别在于，他们有能力把这些资产占为己有。耶稣的12个门徒，为什么最后出卖耶稣的是犹大，而不是别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犹大有一个特别的职务，这个职务就是犹大在这个团体里是管钱的。其他的门徒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犹大不行。大家吃饭住店，最后买单结账的都是犹大。在那个年代，人做生意也是不老实的，犹大报账的时候多说一点，在商家那里再拿一点回扣，钱的诱惑真的可以改变人心。对于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会友，也许一间教会的房产和物品算不上多少钱，而对于一个牧者来说，这却是他几十年工作换来的。他们要在这个教会里不断地积累财富，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继承这些财富。如果有哪个会友阻挡他得到这些财富，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此拉开帷幕。最后，我们来分享马太福音第6章第19节到21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